奥德利夫人的秘密，玛丽伊丽莎白·布雷登，第3卷，第1章。天空中的红光，连接奥德利夫人更衣室和迈克尔爵士卧室的门开着，从男爵睡得很安详，虽然灯光昏暗，但仍能看清他高贵的脸庞。他呼吸平稳，嘴角带着微笑。那是他凝视美丽妻子时常有的幸福微笑，一位慈父般溺爱的看着他最宠爱的孩子的微笑。奥德利夫人注视着她高贵的丈夫，一种女性的或怜悯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柔和下来。有那么一会儿，她那不幸遭遇带来的可怕的自我中心主义消退了，她对别人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感觉，而不是只顾自己。也许这是一种变相的自私。她为自己感到的悲伤与为丈夫感到的悲伤是一样的，但她确实成功地把思绪从自己恐惧和问题的狭隘范围中移开，并预见性地想到了即将降临在她丈夫身上的不幸。如果她相信别人说的话，她会多么难过啊！她想。然而，另一个念头萦绕着她，她美丽的容颜，她迷人的举止，她灿烂的笑容，她悦耳的笑声，像夏日午后薄雾中，在草地和蜿蜒河流上空回荡的阵阵银铃声。这个念头给她带来一种短暂的胜利感，甚至比她内心的恐惧更强烈。如果迈克尔爵士活到100岁，无论他相信关于他的什么，或者他多么鄙视他，他能把他和这些美好的特质分开吗？不，1000个不。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他都会记得他那笼罩着他最初热烈钦佩和爱恋的美丽。即使是他最刻薄的敌人，也无法剥夺他那神圣的天赋。这种天赋对他轻浮的心灵产生了如此有害的影响。奥德利夫人在银色的灯光下，在更衣室里来回踱步，同时想着罗伯特·奥德利写给他的那封奇怪的信。他机械地走了很长时间，直到平静下来，然后专注于年轻律师信中内容的威胁。他会做的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，他会做的，除非我能在他之前把他关进疯人院，或者……他没有把话说完，他甚至没有思考他差点说出口的话，但他的心脏开始奇怪地跳动，仿佛每一个音节都在他的胸膛里悸动。他会做的，除非有什么不幸降临在他身上，让他永远闭嘴。他想。奥德利夫人的脸突然像火焰一样红了一下，然后变得比雪还要苍白。她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沉重地垂在身体两边。她停了下来，就像罗德的妻子在回头看那燃烧的城市后变成雕像时，脉搏停止跳动，血液在血管里凝固一样，她也停了下来。奥德利夫人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了大约5分钟，头抬得高高的，目光凝视着前方，凝视着房间有限空间之外，那充满恐惧和恐怖的黑暗远方。但是，他渐渐地摆脱了那种僵硬的姿势。他从半昏迷状态中醒来，迅速走到梳妆台前，坐下，用力推开那些盖着金色盖子的罐子和精致的瓷质香水瓶，然后注视着椭圆形的大镜子里的自己。他非常苍白，但脸上没有其他紧张的迹象。他那优美嘴唇的轮廓是如此美丽，只有非常细心的观察者才能注意到他带着一种不寻常的僵硬。奥德利夫人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想用微笑来消除它，但她玫瑰色的嘴唇拒绝服从。它们紧紧地抿着，不再是她意志的奴隶。她可以控制她的眼睛，但嘴巴的肌肉却没有反应。她站起身，穿上一件深色天鹅绒外套和一顶帽子。当奥德利夫人准备好去散步时，壁炉上那只小巧的纺金合金钟表
显示是11点1刻。5分钟后，他又回到了他留下菲比马克斯的房间。客栈老板的妻子坐在壁炉旁，姿势和奥德利夫人来之前差不多。菲比夹了眉，戴上了帽子和披肩。她想回家，因为她担心在她不在的时候，她丈夫可能会遇到什么不幸。当奥德利夫人走进房间时，她抬起头，看到她的女主人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禁发出一声惊呼。夫人，她说，您现在要出去吗？是的，菲比，奥德利夫人平静地说，我要陪你去斯坦宁山，我会亲自确认法警收到钱并离开。但是，夫人，太晚了，您不应该这个时候出去。奥德利夫人没有回答，她只是在沉思，用手指抚摸着铃铛。晚上10点，马厩都关门了，人们都睡觉了。他低声说，现在准备马车会比我希望的动静更大，但是我相信有些仆人可以悄无声息地做到这一点。但是您为什么要今晚去呢？菲比马克思问道。您可以明天去，或者1个星期后去。如果您答应还钱，房东会确保法警离开。奥德利夫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菲比说的话。她匆匆走进更衣室，脱下帽子和披肩，然后穿着简单的晚礼服回到梳妆室，心不在焉地把卷发从脸上拨开。仔细听我说，菲比马克思，他说，用一种低沉但威严、不容置辩的语气抓住了他心腹的手腕。听我说，菲比马克思，他重复道，我今晚要去城堡客栈，我不在乎是晚是早。我已经决定我必须去，我就会去。您问我为什么，我已经说了我的理由。我想亲自还钱，这样我才能确保这笔钱被正确使用。我不认为我这样做是不正常的。我会做很多像我这样地位的女人常做的事情。我准备帮助我最喜欢的侍女。但是现在快午夜了，夫人。菲比坚持说。奥德利夫人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。如果非要知道我要亲自去还钱，她继续说，没有放开菲比的手腕，我愿意为我的行为负责。虽然我更希望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如果您按照我说的做，我就可以离开这个房子，并在没有人看到我的情况下回来。我会做您想做的，夫人。菲比顺从地回答。那么，当女仆进入房间时，您会向我道晚安，让我陪您到门口。您会穿过院子，并在拱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等我。我会在半个小时后和您见面，因为我必须等到所有的仆人都已经睡觉了。您必须要有耐心，但是我向您保证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您见面。奥德利夫人的脸不再是苍白的，她的脸颊泛着红晕，她蓝色的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她说话的速度异常清晰而迅速，她看起来像一个被某种强烈热情控制的人。菲比马克思困惑地看着她以前的女主人，他产生了一种不愉快的想法，觉得她疯了。奥德利夫人摇了摇铃铛，很快女仆就来了。她穿着粉红色的丝带和深色的丝绸衣服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装饰品。这些装饰品对于那些在盐罐下方就坐的卑微之人来说，在以前的时代是不熟悉的。我不知道这么晚了，马丁夫人用一种令人愉快的语气说，她很容易就能让她的下属为她服务。我一直在和马克思夫人说话，我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得这么快。今晚我不需要任何东西，所以您可以随时去睡觉了。谢谢您，夫人。这个女孩回答，她好像很困，
差点在他的女主人面前打哈欠。您希望我在睡觉之前陪马克思夫人到门口吗？他问道。哦，是的，当然，陪她到门口。我想其他仆人都已经睡觉了。是的，夫人。奥德利夫人看着钟表笑了。我们比平时多花了一些时间，菲比。她说，晚安，告诉您的丈夫不要担心房租。非常感谢您，夫人，晚安。菲比低声说，在女仆的陪伴下离开了房间。奥德利夫人走到门口，听着八角形房间里，然后是铺着地毯的楼梯上渐渐远去的脚步声。马丁睡在房子的顶层，他说，离这个房间很远，我想在10分钟内我可以安全的离开，不会被人发现。他回到更衣室，第二次戴上帽子和披肩，他的脸颊还是红红的，他的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他非常紧张，以至于他的思想和身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疲劳。无论我用多么华丽的词藻来描述他的感受，我也无法准确地描绘出他的想法或他的痛苦。他今晚的绝望可以写满好几卷千页的书。他感到痛苦、困惑和不知所措。有时他会用同样的想法折磨自己，有时他遇到的不幸会不停地困扰他。他站在梳妆台的壁炉旁，看着钟表的指针，等待着他可以安全地离开房子的时候。我会等10分钟，他说，1分钟也不能多，然后再去冒这个险。他听到了3月寒风的呜咽声，在漆黑寂静的夜晚，这声音似乎更大了。指针慢慢地移动，直到10分钟过去了。当夫人拿起灯，悄无声息地离开房间时，是差1刻12点。她的脚步声像轻盈的动物一样轻柔，铺着地毯的楼梯和走廊使她飘逸的脚步声更加微弱。她一直没有停下来，直到她到达楼下八角形的大厅。那里和夫人的房间一样，有很多扇门，其中一扇通向图书馆。奥德利夫人轻轻地打开了它。从任何一个主要的出口离开房子都是疯狂的，因为管家会亲自确认门被锁好。只有负责这项任务的仆人才知道那些复杂的链条、螺栓、栓锁和铃铛，这些东西保护着门，并确保奥德利爵士保险箱所在的房间的安全。但是，虽然对主要的入口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，但是通往院子的早餐室玻璃门只有一扇木质的窗户和一根铁条。这根铁条很轻，孩子也可以抬起它。这就是奥德利夫人想要离开房子的地方。她很容易就能移开铁条，打开木质的窗户，而且她可以在她不在的时候把窗户半开着，不会有任何危险。奥德利爵士醒来的可能性很小，因为他睡得很沉，特别是自从他生病以来。奥德利夫人穿过图书馆，打开了通往早餐室的门。这个房间是最后建造的房间之一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房间，墙上贴着一种颜色悦目的墙纸，家具是枫木的。通常在这个房间里花最多时间的人是艾莉西亚，因为她用来进行各种活动的杂物都在那里，绘画材料、未完成的草图、缠绕的丝线以及其他一些表明一位粗心小姐存在的纪念品。如果我遇到什么不幸，她会多么高兴啊！她想，如果我不得不永远离开这个房子，她会多么幸灾乐祸啊！奥德利夫人把灯放在壁炉旁的一张桌子上，然后走向窗户。她移开了铁条和木质的窗户，然后打开了玻璃门。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没有月亮。当她打开门时，一股寒冷的风吹进来，吹灭了灯。没关系，夫人低声说，我也不能让它亮着。
当我回来时，我知道很容易找到回去的路。我已经把所有的门都半开着了。他很快地走了出去，关上了玻璃门。他担心那阵狡猾的风会把通往图书馆的门吹开，从而暴露他的行踪。他在院子里，3月凛冽的寒风使他的丝绸衣服旋转起来，发出一种尖锐的声音，就像风吹动帆船帆布的声音。他穿过院子，回头看了一眼。他看了一会儿从梳妆室窗帘透出的炉火的光芒，以及迈克尔爵士卧室窗户透出的微弱灯光。我有一种感觉，我正在逃跑，他想。我有一种感觉，我正在黑夜中逃跑，好像我要迷路并永远被忘记一样。也许我应该听罗伯特·奥德利的话，也许我应该逃跑，逃脱他可怕的力量。如果我逃跑并消失了，就像乔治·托尔博伊斯消失了一样，但是我能去哪里呢？我会怎么样呢？我没有钱，我已经卖掉了我的大部分珠宝。剩下的那些也不会给我超过200英镑，我该怎么办？也许我应该回到我以前的生活，回到那种寒冷、残酷、艰难和不幸的生活，贫困、羞辱、侮辱和不满的生活。也许我应该回到那种生活，在那场可怕的斗争中倒下并死去，就像我的母亲死去一样。夫人站在院子和拱门之间的柔软草地上，低着头，双手紧握在一起，被她脑海中异常活跃的思绪所困扰。这个姿势表达了犹豫不决和困惑。但是，就在那一刻，她感到内心发生了变化。她抬起了头，她以一种挑战而坚决的姿态抬起了头。不，罗伯特·奥德利先生，她大声说。我不会回到那种生活，我不会的。如果我们的对抗必须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，不要以为我会把我的武器扔在地上。他很快地穿过了拱门。当他从巨大的拱门下经过时，他好像进入了一个一直在等着他的黑色深渊。当奥德利夫人走出去，和菲比马克思见面时，菲比马克思一直在奥德利庄园的入口处等着他以前的女主人。钟表敲响了12点，整个建筑物似乎都随着钟声而震动。菲比，奥德利夫人说，从这里到斯坦宁山大约有3英里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夫人。那么我们会在1个小时内到达。奥德利夫人在说话时没有停下来。他和他的卑微同伴一起在人行道上快速地走着。虽然他外表看起来很脆弱娇嫩，但是他习惯走路。在他还需要工作的时候，他养成了和道森先生的女儿们一起长途跋涉的健康习惯，所以3英里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我想您的丈夫会等着您起床，菲比，奥德利夫人说。他们穿过田野，走了一条通往公路的捷径。哦，是的，夫人，我肯定他在等着我起床。我敢说他会和那个人一起喝酒。那个人？什么人？我们欠钱的那个人，夫人。啊，当然，奥德利夫人漫不经心地说。奇怪的是，菲比的家庭问题几乎没有让他在意。就在他前往城堡客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2个女人穿过田野，走上了公路。通往斯坦宁山的路很陡峭，在黑暗的夜晚，公路显得阴森而阴暗。但是夫人继续勇敢地走着，这种勇敢在她自私而感性的性格中是不寻常的。她没有再和菲比说话，直到他们接近了在公路尽头闪耀的灯光，其中一盏灯透过红色的窗帘，发出红色的光芒，突出了窗户。卢克·马克思很可能正坐在窗户后面，在酒瓶上打瞌睡，等着他的妻子回来。
他没有睡觉，菲比夫人热情地说，但是在客栈里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灯亮着。我想奥德利先生一定在睡觉。是的，夫人，我想是这样的。您确定他今晚会住在城堡客栈吗？哦，是的，夫人。在我离开之前，我帮助一个女孩准备了她的房间。风本来就很猛烈，在城堡客栈破败的墙壁所矗立的那座荒凉的山顶上，吹得更加猛烈了。残酷的阵风疯狂地围绕着那座脆弱的建筑物跳舞。他们在摇摇晃晃的鸽子棚、破损的风向标、松动的瓦片和破旧的烟囱上嬉戏。他们从地基到屋顶嘲弄着那座脆弱的建筑，用他们猛烈的攻击来虐待和折磨它，直到它颤抖和摇晃。卢克马克斯先生没有费心去关上他房子的门，就开始和那个暂时占有他所有财产的人一起喝酒了。城堡客栈的负责人是一个懒惰和粗鲁的人，他只对娱乐感兴趣，并且非常讨厌任何阻止他获得满足的人。菲比打开门，走进了房子，夫人紧随其后。酒吧里点着一盏煤气灯，灯光把低矮的粉刷天花板熏黑了，隔开酒吧和客厅的门半开着。奥德利夫人在穿过客栈本身的门槛时，听到了马克思先生粗鲁的笑声。我会告诉他您在这里，夫人。菲比对他以前的女主人小声说，我知道他会有点醉。我希望如果您听到他说了一些粗鲁的话，您不要在意。您知道，他不想让您来。是的，是的，奥德利夫人不耐烦地回答，我知道。我为什么要介意他的粗鲁话？让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菲比马克思猛地推开了客厅的门，把夫人留在了酒吧里。卢克懒散地坐着，双腿放在壁炉的炉台上，一只手拿着一杯杜松子酒和水，另一只手拿着拨火棍。当他的妻子出现在房间的门口时，他正在拨弄煤炭，想让它们燃烧起来。他从栏杆中取出拨火棍，并在看到菲比时做出了一个醉醺醺的威胁性的姿势。所以，您终于屈尊回家了，他说，我以为您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他说话含糊不清，几乎听不清楚。他喝了很多酒，他的眼睛呆滞，双手颤抖，他喝的酒精几乎让他无法清晰地说话。即使当他清醒或表现得最好时，他仍然是一个粗鲁的人。如果他喝酒，他可能会比平时粗鲁10倍。因为控制他日常粗鲁行为的微弱约束，会因为酒精而放肆和鲁莽的解除。我比我想象的要花更多的时间，卢克，菲比和解地回答，但是我见到了夫人，她对我们很友善，而且她会还我们的钱。很友善，马克思先生咕哝着，同时笑了，非常感谢。我知道他友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我确信，如果他没有被迫这样做，他就不会这么友善。欠他们钱的那个人，虽然只喝了马克思先生所喝酒精的1/3，但他正处于一种多愁善感、半梦半醒的醉酒状态中。他惊讶地看着他的主人，他坐在桌子旁。事实上，他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，以免摔倒，并且徒劳地试图用摇曳的蜡烛火焰点燃他的烟斗。夫人已经答应我会还钱，菲比重复道，没有理会卢克的评论。他很清楚他有多固执，而且不可能让他不说或不做他固执的性格告诉他要说或要做的事情。而且他今晚来到这里是为了这样做。卢克，他补充道。卢克把拨火棍扔在了鱼镜上。奥德利夫人在这里？他问道。是的，卢克。
就在菲比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夫人出现在门口。是的，卢克·马克思，他说，我来是为了还钱，并让这个人走他的路。奥德利夫人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说话，有点像机器人，仿佛她已经背诵了这句话，并在不知道其含义的情况下重复它。马克思先生发出了一声不满的咕哝声，并把空杯子不耐烦地放在了桌子上。您可以把钱给菲比，他说，或者您自己带来，但是我想让您知道，我们不喜欢那些高贵的女士来到这里，并干涉我们的事务。卢克，菲比抱怨道，别这么说，夫人一直都这么友善。哦，去她的友善！马克思先生喊道，我们不关心她的友善，女孩，我们关心的是她的钱。我可不打算用哭哭啼啼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他帮助我们是因为他被迫这样做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就不会这样做。天知道，如果夫人没有突然转向他，并且他那超自然的、美丽的光芒没有让他感到敬畏，并让他沉默，卢克·马克思可能会说些什么？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。他轻盈而柔软的头发像明亮的火焰一样包裹着他的脸，他的眼睛也发出光芒，一种绿色的光芒，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美人鱼那双引人注目的眼睛一样。够了！奥德利夫人尖叫道，我不是来这里，在漆黑的夜晚，听您说这些无理的话的。债务是多少？9英镑。奥德利夫人拿出了她的钱包，一个镶嵌着象牙、银和绿松石的小钱包，取出一张钞票和4个金币，并将它们放在桌子上。在我离开之前，他说，这个人必须给我开一张收据，证明他已经收到了这笔钱。过了很长时间，这个人才能恢复执行这项简单任务所需的能力。直到他用笨拙的手指拿起羽毛笔，并把它蘸到墨水里，他才意识到，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菲比·马克思给他的收据的底部签名。奥德利夫人在墨水干了之后，拿起了文件，并转过身，打算离开客厅。菲比跟着他。您不应该独自回去，夫人，他说，您要我陪您吗？是的。是的，陪我。2个女人站在客栈的门附近，菲比惊讶地看着她以前的女主人。她本以为奥德利夫人在解决了她如此认真对待的问题后，会急于回家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夫人靠在门上，凝视着黑暗。马克思夫人再次担心她以前的女主人已经疯了。当酒吧里的一座小型荷兰钟表敲响1点时，奥德利夫人还在沉思。她听到声音，吓了一跳，开始颤抖。我想我要晕倒了，菲比，她说，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些冷水？水泵在洗衣房里，夫人。我现在就给您拿一杯水。不，夫人尖叫道，同时抓住菲比的手臂，阻止她执行她的任务。我自己去拿。我想我必须把我的头浸在脸盆里。如果我不想晕倒的话，奥德利先生睡在哪个房间？这个问题似乎不太重要，所以菲比在回答之前，困惑地看着他的夫人。我们为他准备了3号房间，夫人。那是前面的房间，就在我们旁边。他在停顿了一下后，回答道：“给我一根蜡烛。”夫人说：“我要去您的房间，拿一些水来冷却我的头。”待在这里，他补充道。当他看到菲比正要为他带路时，他专横地说道：“待在这里，并确保您那个粗鲁的丈夫没有跟着我。”奥德利夫人拿起了菲比递给她的蜡烛，
并跑上了破旧的楼梯。这楼梯通向楼上狭窄的、天花板低矮、散发着霉味的走廊。那里有5扇门，每个房间的号码都用黑色油漆写在门的上部面板上。当奥德利夫人为她的侍女的未婚夫买下生意时，她亲自去斯坦宁山检查它，所以她知道如何在这栋破败的房子里走动。她知道菲比的卧室在哪里，但是她在为罗伯特·奥德利准备的房间的门前停了下来。她停了下来，看着门上的号码，钥匙在锁里，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在上面。然后，突然，她再次开始颤抖，就像她不久前在钟表敲响1点时颤抖时一样。她在那段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那种状态，颤抖着，手放在钥匙上。然后，就在那一刻，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可怕的表情。她转动了钥匙2次，锁上了门。卧室里没有任何声音，房间里的人似乎没有听到生锈的钥匙在生锈的锁里转动的声音。奥德利夫人很快地走向了另一个房间，她把蜡烛放在梳妆台上，脱下了帽子，并把它扔在她的手臂上。她走到洗手盆旁，把脸盆装满了水。她弄湿了她金色的头发，然后环顾四周，目光似乎没有错过这个简陋房间里任何一件物品。在菲比的卧室里只有旧家具，她肯定被迫把更好的家具放在更好的卧室里。这些卧室是为偶尔路过城堡客栈过夜的旅客准备的。然而，为了尽可能地掩盖家具的稀缺，马克思夫人用一些东西填满了房间。廉价的印花棉布窗帘从床的框架上垂下来，用同样的材料装饰过的布包裹着小窗户，这阻止了阳光的进入，并为成群的苍蝇和蜘蛛提供了绝佳的避难所。甚至镜子，一个会扭曲任何敢于在里面看自己的人的脸的廉价小玩意儿，也放在一个用浆过的薄纱和粉红色的上光棉布装饰的祭坛上，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花饰装饰着。夫人微笑着看着卧室里的装饰品。也许在回忆起他家房间的富丽堂皇时，他有理由微笑，但是在那种讽刺的笑容中，好像有一些东西具有比对菲比装饰品味的蔑视更深刻的含义。奥德利夫人走向梳妆台，在镜子前抚平她湿润的头发，并戴上了帽子。然后她把蜡烛放在离挂在镜子上的花饰如此近的地方，好像浆过的薄纱布料用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蜡烛的火焰。菲比明显很不耐烦，在客栈的门旁等着夫人。她看着小型荷兰钟表指针缓慢的移动。在1点10分，奥德利夫人下了楼，戴着帽子，头发湿漉漉的，但没有蜡烛。菲比对此表示担忧。夫人，她说，您把蜡烛忘在楼上了。风在您离开您的卧室时把它吹灭了。奥德利夫人急忙回答，我把它留在那里了。在我的卧室里。夫人。是的。它完全熄灭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是的。您为什么这么担心蜡烛？现在已经过了1点了，我们走吧。奥德利夫人抓住了菲比，并把她强行拉出了房子。她抓住他们的手很紧，像铁钳一样。风关上了客栈的门，把2个女人留在了外面。长而黑暗的公路在他们面前显得阴森而荒凉，在光秃秃的树林之间几乎看不见。在寒冷的冬日凌晨1点到2点之间，沿着一条孤独的公路走大约3英里的距离，对于一个娇生惯养的女人来说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一个偏爱舒适和奢华的女人。但是，夫人走得很快，拖着菲比，好像她被一种恶魔般的力量控制了一样。这力量让她无法停下来。
在那个黑暗的夜晚，风在他们周围呼啸着，席卷着大片隐藏的土地，仿佛从所有的地方同时出现，并把可怜的生物变成了它猛烈攻击的目标。在那个黑暗的夜晚，两个女人走下了斯坦宁山所在的山坡，在平地上走了大约2英里，然后又爬上了另一座山。在山坡的西边，有一个隐蔽的山谷，保护着奥德利庄园免受世俗的喧嚣。夫人在山顶停下来呼吸，并把她的手放在他的心脏上，徒劳地希望平息他剧烈的心跳。他们离奥德利庄园只有大约1英里，并且自从他们离开城堡客栈以来，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左右。夫人停下来休息，目光凝视着他们要去的地方。菲比·马克思也停了下来，明显很高兴能休息片刻。他回头看着那个给他带来很多不适的可怕避难所在的黑暗。菲比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叫，并绝望地抓住了奥德利夫人的披肩。夜空不再是完全黑色的，一道光在浓密的黑暗中闪耀着。夫人，夫人！菲比喊道，同时指着那道光，您看到了吗？是的，女孩，我看到了，奥德利夫人回答道，同时试图把菲比的手从她的衣服上移开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一场火灾，一场火灾，夫人。是的，恐怕这是一场火灾，可能是在布伦特伍德。我们走吧，菲比，这与我们无关。是的，是的，夫人，他更近了，近得多，他在斯坦宁山。奥德利夫人没有回答，她再次开始颤抖，也许是因为寒冷，因为风已经吹开了她厚重的披肩，让她的肩膀暴露在外面。他在斯坦宁山，夫人。菲比·马克思喊道，城堡客栈正在燃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今晚我一直在想着这场火灾，我感到不安，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这件事。如果只是烧毁了那该死的客栈，我一点也不在乎，但是会有几条生命丧生，会有几条生命丧生。他抽泣着说道。卢克喝得太醉了，无法做出反应，除非有人帮助他。奥德利先生正在睡觉。菲比·马克思在提到奥德利先生的名字后，闭上了嘴，并跪了下来，举起他的手，紧紧地握在一起，并在奥德利夫人的脚下抽泣。哦，我的上帝！他尖叫道，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这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什么太可怕了？我正在想的事情，困扰着我的可怕的想法。您是什么意思，女孩？奥德利夫人凶狠地质问道。哦，如果我错了，上帝会原谅我的，菲比抽泣着说道。而且上帝知道我可能会错。但是您为什么要今晚去城堡客栈，夫人？为什么您如此确信您必须去？尽管我说了那么多，您对奥德利先生和卢克怀有如此多的怨恨，并且知道他们都会睡在同一个屋檐下。哦，告诉我我错了，夫人，告诉我我的话是残酷和不真实的，因为就像我知道天空存在一样。我相信您今晚去城堡客栈的目的是放火烧它。告诉我，我没有说对，夫人。告诉我，我的话是邪恶的。我唯一能告诉您的是，您疯了。奥德利夫人用一种生硬的语气回答道：“站起来，傻瓜，懦夫！难道您如此珍惜您的丈夫，以至于您跪在地上，并为他感到同情吗？难道罗伯特·奥德利对您来说如此重要，以至于您表现得像个疯子，因为您认为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吗？您怎么知道火灾发生在斯坦宁山？您在天空中看到一道红光，
并开始尖叫说：“您那可怜的棚屋正在燃烧，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着火一样。火灾可能发生在布伦特伍德，或者可能更远，在伦敦南部地区。站起来，疯子，去照顾您的财产，您的丈夫和您的客人。站起来走吧，我不需要您。”哦，夫人，夫人，请原谅我，菲比抽泣着说道，我对您太不公平了。我不在乎您对我残酷，如果我错了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走吧，自己去看看。奥德利夫人严厉地回答道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需要您。奥德利夫人走开了，把菲比马克思留在了坚硬的地上。他跪在地上恳求他的原谅。迈克尔爵士的妻子走向了她丈夫睡觉的房子，在天空中留下了一道红色的轨迹，并走进了最深的黑暗。